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阿星。这一期的节目呢，我把它命名为 ASTC， 也就是阿星说车。虽然我对改装界的东西都是知道一些什么就讲什么咯，不是很专业那种，不是讲很厉害啦，就是可以讲出来。OK， 今天很高兴借到这一辆。 在我们美里当中啊，我很少见到有这种日本两门版的 Toyota Corolla AE92 FX GT。 非常少见的双门两个门板啊，然后车身都是老虎的豹纹。虽然这个车呢是非常普遍，不过到了现在都非常的很难见到了。先来看它的引擎。 OK， 它的引擎呢是采用7AGE 1.8cc 啊，车主已经把这一个引擎已经 top 到很高了，也不是很高啦，就是跑和赛道专用的车。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 ignition coil， 就是跑电子的啦。打火方面呢会比以前的 spark plug cable 会好一些啊，如果你是玩大马力车的人啊，都会知道。然后车主是改了，没猜错的话，引擎是7AGE 28 Silver Top， 也就是跟藤原拓海的那个有看过头文字 D 的人都会知道，这一款引擎是相当的强。然后呢，车主也升级了 Toyota Camshaft 288，好像是高角度的凸轮轴啊，然后也包括 Toyota Spring、Toyota Cam Gear， 然后它是 5 speed 的 gearbox， 是跑那种赛道要用的啦，也不适合跑零式的，因为它是比较短的 ration 嘛，然后它是 two-way LSD， 这个 LSD 是什么作用呢？如果你们有看 Heat Racing 的 video 的话，它应该都会有介绍这个 LSD 是什么作用。这个 two-way 呢，就是两个轮子它就是一起转动。如果你是1.5way 呢，它就是你转的时候它会跑，就是一半一半那种的啦。two-way 就是转弯就是会活动。 无论你是怎么转啊，怎么自走啦，它就是全区就是转动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是普通 daily drive 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然后车主也改了 aluminium performance 这个 radiator， 是为了让那个进气更凉快一些，让这个水温会更快冷。然后它的前面的 exhaust 呢是421421的头段 exhaust manifold 啦，它的头段应该是前面好像是2.5寸吧，然后到中间的话应该是3寸，这样应该是让它的排气会更顺畅一点，因为它是用自喉嘛 ，4 total。 它吸的空气比较多，它出的就是要多嘛，所以它的动力方面呢，应该是很强一下啦。讲到这个 4 total 呢，如果你是有用电板来调的话，会稍微比较好一些。在这边加了一个 brake， 这个好像是 Casco brake 那个什么 grade number 是吗？我也不懂怎么想了，它就是你踩刹车的时候，它会帮你顶到，不让你的那个 brake 的那个墙壁防止它凹凸变形所以它特别强化了这一个东西。然后也看到前面的这个拉杆是稳定转弯，很 stable 啦，转 corner 的时候会比较稳定一些啦。
然后 suspension 呢，我大概看了一下是 adjustable， 这是可以调的啦，应该是没有错。这是 high low soft hard， 就是可以调软硬高矮啊，这种 adjustable 会比较贵一点啊。如果在市场价的话，大概是在2-3千左右。然后呢，你可以看它这些全身的包围都是原装 AE92专用的，它的 body kit 啦，所以车主呢大致上都没有改什么外观，比较多的动的是这个 engine 方面啦，做的东西也比较多。轮毂呢也是搭配了15寸，然后它的阔度是7JJ应该是看得出来应该是7JJ啦。然后胎压前面呢是用 R1R Pro 6对，没有错，这是赛道之类的啦，是咬地比较强的一些。后面就是用普通的胎压咯，因为是重点都是放在这个前面的胎压。车主已经把全部的东西已经该换的都换完了，就是引擎这边的部分。电池呢，普普通通啦，非常普通。很多东西呢，车主也没告诉我啦。因为只能给我试驾，然后我评估大概这个车的马力是在多少，他也没什么透露，只是跟我讲一些基本的改装套件罢了相信大家也是对这个引擎也是比我还要了解啦这个怎么开？哦，这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后面的装置有什么。就是车主把这个油箱改为那种，这应该是竞技赛用的吧？因为如果你是原装的油箱的话，它会在里面不稳定，就是它会飞来飞去，不能达到足够的油来提供引擎的燃烧力啦，不会 stable 啦。所以呢，车主就选用这种 racing 的油箱会比较好一些啦。然后就是后面的后座。也把它拆掉了，汽车防滚笼装的这个为要提升它的刚性，而且不要让它的车型走位，也达到怎讲安全性也是有的啦。所以如果你是2个门的话呢，可以放没有问题因为警察也不会追究这一些这个铁啦，俗话说铁。然后呢，这个就是后面的巴咯，你看车主。把它改到墙壁这一边，所以是不要跟着这个位，因为他怕这些会走位，所以他就是锁在旁边会比较稳定一点，不让这个车型走位。后座的啦 ，nice。然后这个 FXGT Twin Cam 16瓦。原厂是16瓦啦，车主把它的引擎改掉了，已经改到20瓦了啦，现在是 Twin Cam 20瓦。然后也看到车主那么用心的找的这些配件，因为我记得当时很像这一种车的话啦，如果你要找这种配件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这些 spoiler 啦，这些 brake 啦 ，brake 的那个 reflector 啦。是非常难找的，因为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然后它的 exhaust 呢是用日本 RSR 这个以前我 Villa 也是有用到的啦。虽然声音很吵但是不要紧啦，主要是声音好听就好了。这个应该是3寸，外围应该出的是4寸的吧？它的 outlet 是4寸，里面的 inlet 应该是3寸。这种 RSR 都是比较属于大种的那种排气管啦，然后其他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些性能 oil tank 啦，也应该没什么好讲的，大致上都讲完了。OK， 现在呢就要来测试一下有多强。OK， 让我们来体验一下。1 hour later， 现在呢就在它的车的内饰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一个是 Auto Gauge， 都是 Digital 的电子表啦，电子仪表，也有这个救火筒，有着救火筒，然后电板也搁在这边外面抽屉也没有东西，
然后我身后的刚才我都有介绍过哈。然后它的椅子呢也是原装的 AE92的椅子啦。里面的内饰呢虽然没有像豪华车一样用啦，但是拿来赛车已经是很足够了。你看这些内饰比较好一些啦。然后这个赛车的 safety belt 就是你看连在后面那个 bar 那边，然后有好桥的啦。OK， 现在就来试戴一下，虽然是没有戴过这个玩意儿啦，就是像穿衣服那样穿下去，然后就扣下去就好了咯。然后你看，非常的结实又硬普通的那种安全带，如果你是玩赛道的话，会比较不会安全，因为它不会结实，没有那么结实，不会把你的的 body 牢牢抓死。好像如果你绑这样的3.4的带，不是你这样左右摇晃，它会不稳定。虽然这个不是 bucket seat， 但是有了这个带就已经是非常足够了。现在我来启动一下。你看听到没有？后面的油泵已经泵去前面了咯。OK， 这样 start 一个。这声音应该是没有冷气吧？你有冷气不？我还没有冷气嘞。先关掉先，没有用到。然后这个 steering 呢，你可以看到是Nardi TRD 的啦，也是非常的稀少的一个 steering 啦。OK， 不错的哦。现在天气也特别的好，也是要接近放工的时间了啦。这个响呢吓到我一下，因为偷开始我也是不知道这个响是什么情况车主有告诉我一下，这个是 Two Wheel LSD 的作用就是这样啦，所以第一次驾这种，哇，你看。不懂的人以为这个车好像是要坏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来试车一下。我靠，这个真的是，我讲不出那个速度虽然我有驾那些比较快的车啦，这个给我的反应呢是会比较快一些的啦。哇，这个车是真的不错哦，果然这个是非常有潜力的车。OK， 先找一个地方停一下。OK， 要测量准一下这个 safety belt。04的时间呢？这么久没有试这个04的时间了，不知道会不会准呐？OK， 现在我来试一下这个04的时间到底有多快。
回一下信息，给他一个安全感一下。虽然是别人的车，不过我也是没有累到很厉害的啦，也是有一个 limit。OK。 试了那么多圈呢，它的成绩也算不错了啦。虽然这辆车不是跑04的种啊，但是它出来的成绩，那些牙的比例啦，已经也是算不错了啦，也是数一数二的跑 track car 的车了啦。因为它的马力几乎都是在上面啊来稳定的啦，不要让它掉油。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like and share， 还有要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视频啦。啊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加到1，可以。